大家好，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今天是2026年的2月2日，星期一，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复盘。那么大家都看到了，2月的第一个交易日，真的把很多的朋友都吓了一大跳哈。市场给了所有人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开场，因为在昨天夜盘期货都是跌得很厉害的。那么早盘现货一开门，直接的反手拉升，把昨晚的全部的跌幅都收复了，并且呢还有一个大涨。那么大家一定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能够有如此的惊人的一个反转。那么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下。那么有细心的观众朋友应该发现了哈，我们的这个头像和我们的这个横幅都有变。那么掌握复利密码，锁定财富跃迁，欢迎大家来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然后呢，更有一些关注我们的朋友应该发现了，我们现在已经上传了字幕，中英文字幕都有的。因为我们有些会员朋友，他们的另一半或者是他们的好朋友是外国人，或者是看不懂中文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了照顾这些朋友呢，也是添加了英文的字幕，所以说呢，欢迎大家来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如果大家想来加入会员群的话，来到了 Discord， 所有的这个付款正确的付款方式都在会员说明，然后呢，你在问答区跟我核实一下，谨防骗子，好吗？我们欢迎大家在新的一个月里面跟着我们一起乘风破浪，欢迎大家来扫码或者是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的这个链接来加入会员。好了，在亚洲和欧洲的时段，在昨天，那么是受到了周五股债金饼四杀的余震的影响，然后呢，再叠加几个周末的新闻，标普纳指期货一度是走得非常的弱，而且呢，如果大家有关注昨天的夜盘的话，应该看到了纳指夜盘跌幅一度是超过了1.6%，标普的这个期货也是下跌了1%多。那么市场已经要开始准备迎接黑色周五2.0，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就是有一个大涨，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夜盘会跌。第一波压力就是来自大宗商品的连环的波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黄金白银是继续的有一个剧烈的下挫，那么背后最核心的触发就是美联储的新一任主席，市场把高利率维持更久已经写进了定价的模型，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更硬，贵金属这种不升息的资产就更难站稳。与此同时呢， CME Group 上调贵金属期货保证金，直接把一些杠杆或者是被动平仓的仓位给泼出去了，那么波动就会放大到夸张的程度。还有一个利空呢，就是来自于油价。那么当天又有川普关于伊朗谈判的表态，市场解读为地缘风险溢价回落，所以说原油有一个快速的下跌。宏观盘会把这个理解为风险资产整体的再定价过程，所以说夜盘就势必要先怂一下。还有个原因呢，就是现在的市场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市场化了。怎么去理解呢？就是说上周五刚经历跨资产的大幅波动，周一的夜盘它本来就是容易被风控模型放大的，遇到了商品或者是外汇的剧烈波动，股指期货往下踩一脚并不稀奇。那么这一点呢，更多是风险预算收缩的机械的动作。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昨晚的期货大跌，本质上呢就是三重压力的叠加。第一个呢就是对高利率长时间维持的担心，还有就是对 AI 资本开支失控的担心，另外呢就是对贵金属闪崩之后是否会在其他资产上继续暴雷的担心。故事呢没有停在夜盘，我们可以看到美股开盘之后发生了180度的反转，开盘不到1个小时，道指这边就已经是涨了 0.4%， 标普呢也是涨了 0.2%， 纳指也从负转正。AD 的比率上多头明显占优，超过一半的股票在上涨，只有40%在跌。贵金属这边呢非常有意思，昨晚金银期货一度指向继续暴跌，但是盘中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黄金是有小涨，然后呢白银有反弹，不过呢你可以看到现在又继续的回落下去了。还有就是什么呢？要跟大家讲一下，甲骨文这边的股价也是给情绪做了一次现场的反转，盘前因为500亿融资计划是跌了3%到4%，开盘后在机构解读融资结构平衡、信用评级可控之后，股价从负转正，盘中是最高涨了5%左右。这个呢，在我们昨天视频里面也跟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一定要听到官方的信息，然后呢去做判断。但是还是要说明一下，甲骨文的这个新闻本质上更像是一个烟雾弹，
它确实强化了 AI 基建极度烧钱的认知，但是从个股的层面看，合理设计融资结构，维持投资级评级，反而会缓解市场此前最担心的会不会撑不住的问题。那么换句话来讲，夜盘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情绪先砸一轮，日盘要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在冷静读完细节之后，做一次过度恐慌的修正。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开盘股市又能够翻回来大涨？关键在于什么呢？就是第一条，经济数据把硬着陆这件事情先给按住了。ISM 制造业 PMI 跳到52.6，直接回到扩张区间，而且是远高于市场预先的预期。这个就等于告诉资金，美国这台机器短期是没有熄火的意思，新订单也在回升，这个呢会触发两类买盘，一类呢就是风险资产的回补，另一类就是空头回补。因为昨晚的夜盘恐慌很大一部分就是压增长要掉，第二条消息是真假消息的被快速分层，就是昨天被拖累的就是甲骨文裁员与投行停止的贷款，市场当时传得很凶，它的主要来源是投行研究观点被媒体转述，并不是公司的自宣。那么我就告诉大家，一定要看公司自己的官宣。更重要的是，今天是明确了报告甲骨文计划在2026年通过债务与股权融资集到450亿到500亿美元的一个资本，用来扩张云与 AI 基础设施。这条消息一出，市场就会把昨天那种融资断粮的恐慌再往回收一截，于是呢，盘面就会出现今天这种结构。夜盘先按风险按钮，然后呢，开盘就把恐慌给拆掉，指数顺势修复，再叠加月初资金再平衡。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涨的是非常的干脆。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你可能有一个疑问，到底现在是偏多还是偏空？我告诉一下大家，今天收盘前，如果说继续的维持这样的一个涨势，属于带条件的偏多。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SPY 从低点689拉到666上方，这个就属于典型的日内微型修复，说明资金愿意在恐慌里去接货。然后再看一下 QQQ， 我跟大家反复讲了很多次，618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短线支撑位，而且呢，科技股这边也是带上了修复。但是呢，条件在哪里？条件就在于上方的这个压力位没有解决，因为 SPY 它上方最重要的一个压力位就是在700的一个整数观点。那么今天最高是来到了696.93，距离700很近，但是呢没有摸到。QQQ 这边，我认为如果说要走一个健康的大盘的话，那么 QQQ 这边势必是要进行新高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最高就是来到了628这里，基本上就是卡位，不叫突破。换句话来讲，今天多头赢了防守战，但是呢，如果你想要2月走顺风行情，必须要赢什么呢？攻坚战，也就是说 SPY 你得给我站上700的整数关口，并且要连续站稳 QQQ 要回到632以上，把这几天的套牢区给消化掉。那么2月份怎么去布局？传统的2月份走势都不是非常的好，但是呢，你听好，我给你一个可执行的路线。基准的情形是什么呢？高位震荡，然后呢偏上。因为美国数据现在目前来看并不算差，资金也不愿意轻易把趋势给做坏。但是2月的难度来自于利率中枢更高和 AI 资本开支更透明，所以说上涨一定会变得非常的挑剔，盘面会更爱走那种冲高回落回踩再上的一个节奏，而不是一路的平推。那么偏多的路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前提，数据一定要比较的热，利率的预期不要再上修，并且大科技在资本开支上要给出更清晰的回报的路径。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指数就有机会要去突破关键的一个压力了。那么2月的风险是什么呢？2月你要盯的并不是涨还是不涨，一定要盯好哪里会突然的变脸。第一个呢，就是利率预期的2次上修风险，因为凯文沃什这条线让市场对高利率已经变得非常敏感了，所以说任何一份偏热的数据都会放大折现率的冲击。第二呢，就是去杠杆的连锁反应，在上周我们可以看到贵金属这边有个大幅的下跌，就意味着什么呢？贵金属的保证金上调已经示范过一次，被动平仓它一定会把波动变得非常的不讲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还是4个字，资本开支。这个呢，我已经跟大家讲了非常多遍了，一定要好好的去关注 AI 类股他们发表的
这个财报里面是否讲了资本开支，这个是一个信用账。甲骨文不是唯一，整个 AI 基础设施从芯片到数据中心到电力，最终都是要回到融资成本和现金流的覆盖的。资金一旦闻到钱更贵，那么一定要去砍估值，好吧，一定去砍那些估值最高、久期最长的那一段。第四个不容忽略的就是地缘政治的噪音，因为油价是由于伊朗这边谈判预期的回落，但是地缘不确定性不会消失，它更像是波动的开关，随时都要把风险偏好给按一下。那么我们讲完了大盘的一个情况、风险以及路径，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个股的一个情况。首先呢 ，SOXO今天是走的不错的，但是要注意到上方在67、68，甚至在70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敏感或者是比较重要的压力位，好好的去就是把仓位给配比一下，不是不能做，你一定要把仓位给控制下来，这样的话呢，你的风险才能够去降低。再来的话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特斯拉，我认为特斯拉的短线是不错的，因为今天最低是来到了414，我们给的这个点位是在417这里，我们给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的话，突破上去，我们就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个可能性。闪迪虽然说我们没有进行推荐，但是呢，它确实是走的不错的，比较强的。虽然说上周五有一根大阴线，但是呢，它仍然是一个多头的排列，所以说把下破止盈给挂好，继续进行一个持仓，没有太多问题。微软的话，其实我告诉大家，虽然微软现在短线并没有说走好，但是这一周我认为短线止跌的概率会比较的大。如果说你有一个中长期的预算的话，我认为微软是一个不错的标的，好吧？然后再来说一下比特币这边，因为有朋友在问 Coin，那么我们就看这周能不能短线止跌。止跌的一个比较要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高一的信号，高一没有出现，你最好是不要抄底，等到高二这边有一个企稳的信号之后，你再去入场，你的这个止损率会比较的低，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盘面的一个介绍，我们也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个股的情况。如果大家需要我再分析更多的个股的话呢，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评论，然后呢让我知道你的一些问题。如果大家想来加入我们会员群的话，我们会在盘前盘中给大家精准的点位和方向指引。我们刚刚呢已经给了大家周区间的一个点位了，所以说今天这一周我们的一个操作，大家就会非常的心里清楚，很明了。那么欢迎大家来加入，也预祝呢大家在这一周能够顺利的赚钱。我们下期视频再见。